要坚定自己的信念，然后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做自己从事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热爱自己从事的行业，就无论在什么行业也好，我觉得是一定要热爱，热爱才能做得好。其实我更多的对自己的其实激励的话，其实就是保持一个平常心，但是做事情的时候都竭尽全力的去做，然后用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这个结果，不要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要去太多的考虑结果。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其实过程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努力的去做，面对困难的时候迎难而上，然后努力的去解决它，想尽一切办法去解决，而不要去逃避。然后至于结果，我相信努力之后会给出一个很好的结果。其实当我在拍戏的时候，完成每个作品的时候，其实当下就是投入到那个角色里面，投入到这个作品里面，然后其实我并不太会去考虑说播出的时候观众会是什么样的反响。其实我觉得你努力了之后，其实每个人都看得见因为我喜欢画画，然后从小到现在其实都有坚持，而且我小时候学素描的时候，在那种小板凳上面一坐就8个小时，然后看那种很枯燥的石膏，有部分可以静下来的那种心态的话，其实对从小画画有关系吧。我觉得首先这个爱好是正能量，能给你带来一个正能量，能让你不断的进步。其次你自己也要热爱你喜爱的这个爱好，你才能把它做得好。欢迎站长哦。拿上你的麦克，谢谢。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玫瑰星球。走到现场有什么样的感觉？特别的梦幻啊！今天现场，我觉得真的是大手笔，这是第一次。作为我个人来说，是第一次来到了一个星球氛围的发布会的现场。我觉得今天我们俩走出来的时候，都应该感受到不一样的重力。是这个地面特别的，特别的月球，特别的月球得特别的小心一点，就1/6的重力。对。然后今天在现场呢，我们看到了 Rose Only 非常引以为傲的各种的厄瓜多尔的玫瑰，包括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的宝贝在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也看到了很多炫目的设计，比如我们现在头顶上这些璀璨夺目的小星星，是在这些星星当中呢，也有一些潜藏了 Rose Only 特别的爱情宣言和精神。所以你有没有在这颗星星里面看到哪一颗比较顺眼？选一颗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OK， 就这颗吧，就近最大的，那交给你了，你来好吗？好，可以够到它。我们准备3、2，不用3了，直接来了。行，没问题。我们看看哦，这后面是写了一句话，好，来给我们读读。好，我们的心就像一颗颗相距遥远的孤单星球，直到有个人出现，于是我们的世界玫瑰盛放，真爱降临。哇，很浪漫了，太浪漫了。哇，比咱们平常看到的玫瑰要大一些，对，而且颜色非常的浓郁，浓郁。好，你看现场，这个真的是一个升级考验。剪刀准备好了，然后呢，我们的花材也准备好了，包装盒也准备好了，可以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来一个围裙什么的，我们来保证一下站站的衬衫。OK， 稍后我们马上就会来进行到插花的这个环节。好了，站站这边围裙也已经备好了哈，准备齐活了。我们请站站回来，准备好开工了。我觉得这个还是有挑战的，因为跟自己在家里面养花花草草不太一样，这个最重要是要成盒的。是。打算从哪儿下手？看一看放哪儿啊？哎，差不多是这意思。是，所以还是要把这剪掉。对，上面有。好，站对，你可以忙活你的，我就帮不上什么忙，我只能打扰你了。哦，给我剪掉这个多余的叶子。是这意思。哇，你这个还是蛮熟练的嘛。45度斜剪，多余的叶子也修剪掉。真的是厄瓜多尔的玫瑰呢，据称是住的离天堂最近的玫瑰。它在1年300多天的时间当中，大部分时候都充分感受到了非常充沛的阳光和雨露，所以等于它的这个生存环境啊，就比一般咱们看到的普通玫瑰要好很多，所以它营养获取的特别丰沛。这也大概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每一朵都这么硕大，然后颜色又很浓郁。是。而且我觉得一般的玫瑰可能经不住咱们就是特别大力的去侍弄它，
但这个玫瑰还是很结实的，是属于运动员玫瑰，而且花瓣都非常的大片，很饱满，非常的饱满啊。OK 啊，花艺师站站可以上线营业了，可以转行，可以增加一个副业，转行就别了吧。我们还是需要在镜头上看到更多你的作品的。来，哎，差不多喽。好，OK，每人准备好礼盒了。好，那这是我们 Rose Only 非常经典的一个花盒的产品啊。其实，站站今天在现场感受了一下制作的过程。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找到它的这个购买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一个礼盒拿回家如此的硕大丰盈，从上到下层次鲜明的感觉，再加上又有孔纱又有礼袋。而且每一个礼盒当中都会有专属于订购人的这个身份标识卡，会有属于你的唯爱箴言，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哎，差不多了，差不多。又有礼袋，而且每一个礼盒当中都会有专属于订购人的这个身份标识卡，会有属于你的唯爱箴言，所以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哎，差不多了，差不多。OK， 好，这边我们的这个缎带的部分也已经打好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哦，有点适合的长度，完美，完工，完美，完美了。给自己打多少分？99分。好，99%分，来。哇，哎，这个画面还真的挺好看的啊！就是带着围裙的站站，然后拿着了漂亮的亲自完成的这个花棚，喜欢吗？好，谢谢站站，辛苦了，辛苦了。在我的兜里有一张我们今天集合这个众方之力给你准备好的一个快问快答的挑战，但是放心啊，不会太难，哎，不会有这个天文啊，不会有物理，都是跟咱们今天 Rose Only 相关的，有10道题，OK 吗 ？OK，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开始，第一道，在你眼里 Rose Only 这个品牌是什么样的呢？Rose Only 的话，在我眼里的话是代表了热烈真挚的爱。好，第二道问题，如果要从 Rose Only 的产品当中选择一款送礼物的话，你会优选哪一款？就跟今天我们这个场景非常像的吧？玫瑰星球。玫瑰星球。好，第3个问题，用3个词来形容这次玫瑰星球的系列产品。3个词。浪漫，浪漫；勇敢，勇敢。可爱，可爱。好，这都是语文老师出的题哈。来，第4道，玫瑰公仔当中你喜欢哪一款？玫瑰公仔。就刚才你看到有兔兔有熊，我觉得都挺可爱的，就很难选，都很浪漫。对，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特点。好，成年人咱不做选择，都要。好，那再下一题，如果选礼物的话，你会倾向于鲜花还是永生玫瑰？就是鲜花玫瑰还是永生玫瑰？都要，成年人的选择。记住了吗？出题的人，下次给站站老师的时候不要选择题，就是打包都要。在第6道题，请问你收到什么样的礼物的话，会觉得很惊喜？收到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礼物这个东西是礼轻情意重吧。我觉得只要是礼物，都会让我觉得很惊喜。这个人情是可以，只要是礼物本身就是一个惊喜了。来，再到下一题。玫瑰是象征爱情的，那么请问你怎么样理解玫瑰的花语呢？我觉得首先浪漫的话，大家都知道嘛，玫瑰代表，对于我来说的话，更多的是代表了一份承诺和责任。好，承诺和责任，哎，有担当。那么再到下一题，请问一下，这有点私人了哈，你是一见钟情型的，还是日久生情型的？我也要思考一下。对啊，这个太难了，这个题是不是得分人？对，得分吧。得分，我觉得得看缘分啊，看缘分，看具体是什么情。好，那我们再到下一题。当你在感情关系当中的时候，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信任，尊重，信任、尊重、坦诚，坦诚。对，好，那再到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了，用兔子、星星和玫瑰给我们造个句吧。玫瑰星球上的摘星甜心兔。玫瑰星球上的摘星甜心兔子。好，过关，10道问题回答完毕，掌声送给你。OK， 那知道站长非常善于绘画，也非常懂得颜色的运用，所以今天呢，我还特别准备到了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张来自于玫瑰星球的 Dream Card， 这是一张梦想的星球卡，上呢是一个填色的小游戏，你可以在空白的区域通过自己的理解，然后选择自己喜欢的色彩，把我们这个空白的区域填满。然后我们也想一起看看你会画出什么样的这个精彩，好吗？没问题啊。好，来，先收着。OK， 笔在这里。好，来，我们的这个物料非常充沛，我帮你拿着吧，这样好不好？好，你这样挑选会方便一些吗？好，那我来，我帮你拿着麦。你这一下要同时用这么多吗？你就不用拿着了 ，OK， 不然多累。好，来，我自己先。好，直接开始吗？来，开一整。首先选择了紫色的底色。这个熟练工种就是不一样啊，比刚才在剪裁花艺的时候要更快了。站站选择了紫色的蜡笔，给我们的这颗主星球做了底色，就很像我们今天待的这一颗星球。不过他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工具还真的很特别，我很久没有见过蜡笔嘞。你平常自己在家的时候会就是用画画的方式来解压吗？我吗？会啊，经常对。今天这个应该对你来说算是小菜一碟，因为只需要填色就可以了。色就好了。好。是蓝与紫交互的一个星球的颜色，一个小渐渐的。对。主星星完成了，还真的是一个渐变，有点像那个棒棒糖的糖球。好，画上我们红色的玫瑰。好。玫瑰没有选取配乐的颜色，选了标准的这个红色，嫣红色，非常的漂亮。有的时候礼物的这个选择呢，未见得要多么多么的昂贵，或者多么多么的不一样。有的时候自己亲自上手的一份小心意，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呈现。还点缀了黄绿色，哇，你这太专业了！你这画炭笔画的那个功底，还要用手去涂抹那个过渡线。好，主行星完成了，然后下方还有2颗，还想用什么颜色？这个兔子就白色吧。兔子用白色，好。好，点缀了一下，漂亮！等会儿大家会看到成品啊。现在星星选择了金色、金绿色。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今天看到我们线上发布会的朋友们、宝宝们，应该都对玫瑰星球的这个概念非常的有画了下面的这2个，感受一下，先留白吧。好，让大家有一个念想。OK 啊。看到了，我特别喜欢的这个2个部分，我要跟你说一下，一个是刚才见面的这个概念，然后就是这个兔子的部分，我以为你会把它涂满，结果你看它点缀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生趣啊，耳朵，然后脸蛋儿，然后还有小尾巴，对吗？对，选择了这个玫红色，很可爱。给我们讲讲这个星球，你选这个配色有什么想法？其实就是一个紫色和一个蓝色的一个搭配吧，就让它跟红色更加的相应。其实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布景很相似啊，等于就是就地取材，从现场选的颜色灵感。对，好，下方2颗留白的心的这个创作心思呢，我们就留给大家好了，好不好？因为这2颗还蛮大的，大家可以充分发散一下，把这个画面截下来，然后呢自己尝试做创作，然后互相大家可以交流一下，好吗？好，谢谢战战创作这幅礼物，我先在最后的时间，我们的语文老师又上线了哈，希望战战呢在此刻给我们所有正在收看咱们线上发布会的宝宝们，能不能送出一些关于爱情、关于感情的祝福和分享？那我想一想啊，因为每一份爱情都是非常珍贵的，就像是厄瓜多尔的玫瑰一样，需要精心的去呵护，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七夕的节日里面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赠星辰给所爱的人，让 Rose Only 见证你们许下的唯一诺言。很棒哦，星辰赠你，许爱唯一，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传递给大家的非常重要的讯息，希望你 get 到了。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战战全程的陪伴，我们在这里呢要把掌声送给战战，谢谢大家，辛苦你了，也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了。好，谢谢战战，辛苦，拜拜。非常喜欢看航天员在这个吃播的画面，对不对？没错。不知道战战有没有关注过他们？有，而且我有看到航天员他们吃饺子啊，还有一些过节的时候吃一些跟节日相关的食物的一些吃播等等。其实每个节日呢都会跟我们一起度过。是的，那战战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太空站来出差的话，但是只能带3样你爱吃的美食，你会选什么？这个很残忍啊！我想想。如果可以实现的话，那就是火锅。火锅一定要。烧烤啊，最重要的是豆浆。听起来，我觉得战战的愿望其实已经实现一部分了，因为我们现在航天员已经可以在太空中喝到九阳的热豆浆了。而且不止热豆浆，九阳还取得了很多太空厨房的科技成果，并且将这些太空科技应用到了民用小家电当中，让每一个家庭都可以享受到航天品质的生活。那今天我们邀请战战一起来感受一下九阳产品当中的太空科技，好不好？没问题。那来到厨房肯定是要给大家露一手了，对不对？首先呢，我们要带战战来体验一下这个九阳速嫩烤空气炸锅 VE Fast 当中的太空科技。那我们就请战战为大家来烤个羊排吧，好不好？没问题。来，我帮你来，然后请战战把羊排放到我们的炸锅里头。好 ，OK， 好，然后来启动它。羊排，启动。好，它就倒数这个9分钟的时间开始了。我们是要来烤这个鲜嫩羊排。如果大家喜欢吃比较酥脆的话呢，可以调到这个脆烤模式。脆烤模式，是的。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战战一直有保持这个健身的好习惯，所以你平时在饮食上会特别注意，对不对？其实会注意到少油，少盐，然后吃一些比较低脂的菜啊，像西兰花什么的。鸡胸肉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鸡胸肉你吃得下去吗？还有牛肉哦，可以的。我们的烤羊排已经 OK 了，完成了。对，闻到它的香味扑鼻了。那接下来我们请战战把它拿出来吧，好不好？哇，好香！那我把它放到这个好，来进行一下摆盘。摆盘一下。对。哇哦，我们从视觉上看哈，就是非常的鲜嫩多汁。我切开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
你看它这个汁水，完全好了，给大家看一下。而且非常的鲜嫩。对，我们在现场闻到的这个香气是非常扑鼻的香气，这个就是我们素嫩烤空气炸锅的神奇之处。哇，你要吃一口吗？算了，你最近在保持这个身材锻炼。尝一下。哦，很嫩，很嫩吗？非常嫩。哦，它里头很嫩，然后外面它那一圈是稍微焦一点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哦，这么说的我也想。你最近在保持身材，一点点，你确定要吃吗？一点点，很好奇。就是它不干不柴，对不对？然后非常嫩，汁水都在里面，所以我们第一站挑战成功。哎，那最后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下这个九阳变频轻音破壁机 B1运用了哪些这个太空科技哈？那这几年其实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用破壁机来为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来保驾护航，所以站长，你一般在家里会用破壁机来做哪些东西？就是豆浆。还有果汁，豆浆果汁。其实我们使用破壁机的这个频率其实非常高哈。一些用户反馈呢，以前的破壁机的声音有点大，那我们今天推出的这款变频轻音破壁机 B1呢，就可以来实现真正的轻音。那我们也准备了一款这个九阳旧款的破壁机，里面都放了等量的这个果肉还有水，那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一下它们两个这个声音的差别有多大。然后我前面这台呢是我们这个新款的变频轻音破壁机，然后这台是我们这个旧款的破壁机。接下来我先来打开我们的九阳变频轻音破壁机 B1，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它声音其实是很低很小的。很小，然后接下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旧款的破壁机，听一下它的声音。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朋友们。是的，它的声音已经完全盖过我们两个的声音了。我们先关掉。真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对比真的没有伤害。对，这个就是每天早上我妈在我们家就是搅豆浆的那个声音哈。然后现在我们再一对比这边的这个轻音破壁机，真的是做到了轻音，没有什么声音。对，非常非常的厉害。好，先把它关掉。那除了噪音问题之外，站长你有了解到以前的这个破壁机？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会有哪一些不方便吗？还真有一个。像我以前做果汁，然后 DIY 的时候呢，不一样的饮品对果汁的，就是它那个纤维粗细的需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是的，因为比如说像这个果汁气泡水，其实我们需要的果汁是比较细腻的。但是如果是要做这个口感比较醇厚的呢，就需要高纤维的。那我们的 B1的变频技术呢，就可以同时满足这个粗细料理的口感，还能实现多元化料理的制作的需求。那我们这里有2台 B1，然后里面是提前用2种模式榨好的芒果雪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粗细对比，好不好？我们将这个细腻模式打出来的芒果雪梨跟这个高纤维模式打出来的一起倒在这个滤网上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有什么不同的区别。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滤网，其实是一样的。对，一模一样的滤网格子。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3、2、1。好，来，我们倒完了，给大家展示一下2个滤网，可以看到站站的这个呢，就是它的果汁会多一些，低纤维。对，然后我这边就是高纤维的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它还有很多的果肉留在我们的滤网上。没错。OK， 所以因为我们其实在很多活动上都喝过站站的特调，所以站站你会怎么来特调这杯这个芒果雪梨呢？那就你来制作一杯吧。我来吧，就倒在杯子里。哇，这一杯一看就很健康。特调下来一点装饰。薄荷叶。好的，完美了。非常好看的一杯这个芒果雪梨特调。那还是老规矩，要给大家取一个谐音梗的名字。OK， 你来吧。你来。我来。我来。谁来？你来。你来。好，那就我来吧。那它既然是芒果雪梨，那就叫忙着开心吧，好不好？我们既然有芒果，对，然后我们是把梨切开，然后进行这个榨汁，所以我们就叫忙着开心。然后我们把这杯忙着开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天天开心。怎么样？尝一尝。尝一下。站站的特调一定要喝，来，我来尝一下这杯忙着开心。开心。怎么样？是不是很细腻？开心。对，因为它果肉非常的细腻，所以你喝完它之后，在这个夏天真的会有一种
心情愉悦的感觉，就是很开心的感觉，非常的开心。那最后我们要再次的感谢站长的到来，那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探索九阳太空厨房的奥秘。那也要感谢屏幕前的朋友们的关注跟守候。那最后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各位朋友说的？我想对大家说，希望大家在奔赴自己的星辰大海的旅途过程中不忘初心，也祝大家心有所想，皆有所成。九阳呢也会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吃好健康的每一餐。谢谢站长，那我们九阳还有更多太空系列宝藏产品等着大家来挖掘，那也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那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